两颗 Turbo 和电动马达并没有让它消音。这具 V6 的高音能够一路飙到8500 RPM， 它让你感受到 V12 的高频率声浪，也难怪法拉利工程师会称之为 Piccolo V12。Circuito Monteblanco， 欧洲日照时间最长的赛道，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胡尔瓦。这个赛道一共有26个 layout。Ferrari 选择了 3.3 公里的 Variant 3， 有一条可以去到260 km/h 以上的直路，7个 right turns， 5个 left turn。因为这个赛道啊，它非常适合拿来测试这台车子。这样的赛道布局能够完整的体验到296 GTB 的 rear end stability， 因为它有 high speed entry、high G braking。所以你可以感受这个 ABS Evo 的刹车系统，还有它的 recharging 之后，当你在出弯的时候，你会 feel 到这个830个 horsepower 输往你的后轮，你可以感觉到车子的 wheelbase 非常的短，它只有2600mm， 无论是大的 corner 小的 corner， 它都能够让你就是那种很愉快很愉悦的感觉。它未必是最快的 Ferrari， 不过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乐趣的一台 Ferrari。就跟 SF90 Stradale 一样， Ferrari 也为296 GTB 提供了 Assetto Fiorano 的赛车配套，还有一个专属的 Special Livery 赛道专用的 Multimatic Shock Absorber， 可以增加多10公斤下压力的 Carbon Fiber Front Bumper， 轻量化的 Lexan 材质 Rear Screen， 车门也减轻了12公斤，再搭配全新的 Michelin Sport Cup 2R 轮胎。它虽然是一个赛道专用的轮胎，不过它也是一个同样适合在街道使用的一个赛车轮胎。这个轮胎啊，是 Michelin 和 Ferrari 耗时18个月专门为这台车子 tailor made 的一个轮胎，所以它的抓地力在这辆车子去到极限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它真的是很接近所谓的 slick tire， 就是那种光头胎这样子的感觉。296 GTB 是 Ferrari 旗下最新的级别，296代表 2992cc 和 6 cylinder，GTB 则是 Gran Turismo Berlinetta 的缩写。296 GTB 是史上第一款有 Ferrari Badge 的 V6 跑车，它并不是用来取代任何车型，它不是用来取代 F8 Tributo， 它是 Ferrari 的一个 New Chapter， Ferrari 的一个新篇章。所以从前选择 Ferrari 只有 V8 或者 V12， 现在你多了一个 V6。它的 3.0L V6 Twin Turbo 引擎马力高达663 PS，MGUK 电动马达提供167 PS， 综合输出来到830 PS。F163 引擎采用了120度的 Hot V 设计，这是 Ferrari 历史上第一次把 Turbo 放在 V 的里面。原是 SF90 Stradale 的2颗 Turbo， 现在体积更小，转速更快 ，Maximum Turbo Speed up to 180千 RPM。运转效率也提升了 24%。 从画面上你看得到啊 ，Ferrari 是把这一具 V6 Twin Turbo 引擎放到非常的低，因为它是120度的，所以当引擎放到这么低过后，这边就会形成了一个 gap， 有一个空间这样子。它就利用这一片东西呢，当你高速行驶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 airflow 这样子的 rear screen， 就是一个以空气力学为导向来设计的东西。再来这具 V6 引擎呢，为了要缩短这个 exhaust line， 它就直接从涡轮增压这边就直接把排气管设计到中间这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这台车子的排气管不是在下面，不是在旁边，而是在中间的，因为它让到这个 exhaust line 更加的 linear， 更加的直，也能够让它的声音更加的浑厚，更加的暴力。这个地方呢，它还会把这个引擎声浪输往驾驶者的耳朵这边，所以无论是在车外车内，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 Piccolo V12 的澎湃声浪。
再来296 GTB 在时速高达250 km/h 的时候，还能够产生高达350公斤的下压力，是目前 Ferrari Baleni 大车型里面能够产生最多 downforce 的跑车。车尾的 Active Rear Spoiler 可以提供额外100公斤的下压力。它采用了这个全新的 T-Trail 插盘式的 Front Splitter， 前面的导流气孔。车头灯旁边有一个 Daytime Running Light， 在它下面这边呢，它不是做美而已的，因为你把手伸进去的话，你可以整只手伸到很里面去，因为它是一个通风口，一个导流气孔。296 GTB 的设计灵感来源自1963年的 Ferrari 250LM， 你可以在 B 柱和侧翼的地方看得到 250LM 的影子。那我相信这个车尾灯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已经在 Ferrari Roma 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了。但是呢，这个 exhaust pipe 就是一个亮点了，它不再是用那种圆形的双出排气管还是4出排气管，因为当你把它设计在这边之后呢，下面就有很大片的这个地方可以给你拿来做这个 rear bumper 的地方，就是 rear splitter。296 GTB 的车身轴距只有2600mm， 是目前 Ferrari 所有车款里面轴距最短的。而在我刚才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台车子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很 compact， 它很紧凑，肌肉感非常的十足。这辆车子看起来短小精悍，而且不要忘记它是有830个 PS 的马力。296 GTB 和 SF90 Stradale 虽然都是 PHEV 车款，但是因为 SF90 Stradale 呢是一个4轮驱动，就是有电动马达在前面驱动前轴，所以它的行李箱空间非常的小，根本放不下什么东西。可是这个296 GTB 呢就不同了，它是一个100%的 Rear Wheel Drive， 就让它前面多出了很多的空间，实用性大大提升。以一个 Mid Engine 的车子来讲啊，这个行李箱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可观。今年是 Ferrari 成立的第75年，而这是这75年以来 Ferrari 第一次举办一辆新车的 Media Test Ride， 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西班牙。Sevilla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南部艺术、文化和金融中心，人口在 Madrid、Barcelona 和 Valencia 之后，是西班牙第4大城市，也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首府。公元712年被摩尔人占领，经历了长达700多年的伊斯兰文化。在1492年之后全面天主教化，所以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融合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物。这里还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哥德式教堂。那窗外是20度，对于欧洲大陆来讲，在3月头可以有这样子的天气，这样子的阳光，这样子的风景，是非常的诗情画意的。上一秒钟，它是一个把830匹数往后轮疯狂奔驰的一辆 Ferrari Baleni 大车型，下一秒 E-Drive， 我们在这种小镇啊，就是静悠悠的穿梭。你开的不是一个 V6， 你开的是 Ferrari 的 Progressive， Ferrari 的进化， Ferrari 的这个工艺啊。座椅后下方的 7.45 kW 锂离子电池，让296 GTB 能够以纯电动行驶25公里。在 V6 引擎和 8DCT 变速箱之间的丙型 MGU-K 电动马达，提供165 horsepower 和315 Nm 的动力辅助。E-Drive 最高时速135 km/h， 所以很明显的，电动马达在这里并不是主角，而是让 V6 升华到高超境界的称职绿叶。它默默的消除 Turbo Lag， 静静的降低排放。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都是轮胎的声音，还有外面的风声，还有冷气的声音，非常安静。你只需要按下这个 Performance， 你就会听到这个 3.0 litre V6 kicks in 的声音。所以当你一轻轻的点这个 V6， 虽然驾驶层面是无懈可击，堪称完美，但操作系统就有一点可惜。源自 SF90 Stradale 的中控台设计，看起来赏心悦目，还有复古的 Edge Gate Shifter， 但是这些 Touch Sensitive Button 的实用性远不如传统的实体按钮来的好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一段蜿蜒延绵不绝的这个小山路。我们都见识过了 Ferrari 在赛道上面的能耐，那这个 Gran Turismo Berlinetta 车型在山路上面的表现又如何？非常好开，非常好开，尤其在这么美丽的风景、这么 exotic 啊、这么有异国风情的道路上面。你开着一个 Gran Turismo Berlinetta， 你好像在驾着一辆 Hot Hatch 这样子。它很积极的入弯，你看它。因为通常这样子的车子呢，你在入弯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头过，车尾没有过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它是一辆很 tail happy 的车子来的，即便你 let brake 或者你忘记 brake， 你没有 brake， 你在摆的时候，它都能够抓到你的那个路速到哪里。In my veins, I'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 Years in this lane, there's no stopping this flame. Cause I came to the game and I changed it to play how I like, rearranged it to my own domain. Yeah, I got what it takes. 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你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它？你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我觉得296 GTB 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在汽油引擎的世界末日来临之前，Ferrari 用这个830 PS 的后轮驱动 3.0L V6 Twin Turbo 来向世人证明 ，Ferrari 不做，一做就是要做最好的。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个是一个 6 cylinder 的，我跟你说这个是 V8， 可能你也会相信。真的，它的 responsive 非常的好，然后声音非常的浑厚，它在很多时候甚至不会输给 V8。这个全新的 X-Speed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双离合器变速箱啊，它的升档降档节奏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了。你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档位，处于什么样的时候，当你要它manual的时候，砰砰。所以296 GTB 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你可以当它是缩小版的 SF9D， 也可以叫它 Piccolo V12。2015年 Ferrari 从458进化到488，开启了 Twin Turbo V8 的新篇章。2022年 Ferrari 从平地建起了这座 V6 的万丈高楼，它是史上第一款装着 V6 引擎的 Ferrari 量产车。也是史上第一款 Rear-Wheel Drive 的 PHEV Ferrari， 它不是谁的继承车款，也不是谁的替代车款。Ferrari 296 GTB Defining Fun to Drive Torque, Power, Efficiency 重新定义驾驶乐趣。The last lap. One more. Sorry, I can't hear.